你能读书吗？你的成绩怎么样？画画、弹钢琴啊，能赚钱吗？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这样的思维模式，导致很多人的天赋是被埋没的。每一个人的事业应该是要在他的天赋上。一条鱼应不应该去游泳？一只猴子应不应该放进树林呢？一只鸟就是属于天空的。每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先去了解自己本身，我到底是谁？我的天赋在哪里？他跟这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使命、内心的那个 calling 是息息相关的。今天如果有 do something about的话，我们的进步速度是会更加的快的。Dr. Shin，你本身是做什么？你能简单的跟听众解释一下吗？我本身的 background 是来自microbiology 跟 chemistry， 我是毕业于微生物还有化学的博士学位。然后我当时候在读的书的时候呢，在修着我的博士学位的同时，我就一只脚不小心踏入教育界了，也开始从那边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小孩子，做过很多不一样的 consultation， 所以在教育界那个时候应该是从2011年就已经开始进入了，所以在教育界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我当时候在教育这段时间，我发现到呢，很多小孩子不懂自己要什么，很迷茫，尤其是要选大学科系的时候，还是去选择他们未来职业的时候，是很迷茫的。所以我就在想说，要如何以我的专业，就是在科学领域这个部分，去帮助这个孩子了解他们。所以到最后呢，我就创办了这家公司，叫做 Nucleus。基本上我们做的东西就是把基因科技 DNA 跟教育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用 DNA 帮爸爸妈妈去了解他们的孩子的栽培方向。所以透过一个这样的报告，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孩子的天赋也好，学习能力也好，他的性格啊，他的这些情商啊，等等等等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做的这些服务。那么 Dr. Shin，你在这一方面是权威，那么你认为其实一个人的天赋是遗传的吗？当然，一个人的天赋当然一定是遗传的。你看我们讲 DNA 的时候 ，DNA 讲的就是遗传啊。你看我们今天的样子，无论是我们的头发是黑色还是金黄色的，我们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这些都是遗传的。包括家里有什么遗传疾病，可能阿公阿妈得到什么心脏病啊，爸爸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得到这个遗传。我们的天赋也是一样的，有些小孩子天生就是在唱歌很厉害，有些人天生就是赛跑很厉害的。我们以前那个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是不是？为什么有些孩子老师一教他就明白了，有些孩子老师解释了很多次他也不明白，记不了。那科学家呢，我们就找到那个答案了，我们就做了很多的研究，从1990年开始做了研究，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0多年了。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发现到什么呢？给大家一个例子哦，好像在Olympic 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呢，很多的这些 Olympic 赛跑冠军的100米还是200米、400米冠军的这些运动员呢，大部分的他们都是来自于非洲国家的。大部分你看，这些国家蛮贫穷的哦，大致上，可是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上特别强？所以科学家呢，他们就做了很大的一个实验，发现什么呢？发现原来这些非洲国家，好像说牙买加这个国家，竟然有78%的人口，他们在运动基因是超级强的，尤其是在 ACE 还是 ACDN3 这样子的基因超级强。那同样的音乐天赋也是一模一样，科学家也是做了一堆的研究，找了一群的音乐家，拿了他们的基因，跟一群音乐上是普普通通甚至是音痴的人，拿了他们的基因拿来做对比，发现了原来这群音乐家呢，他们的基因上面呢，例如说他们有那个 UGT8、GADA2 这样子的基因，发现了这些基因都会让一个人在音乐上的表现是更加好的。所以一模一样的原理，无论是运动天赋也好，音乐创意、领导能力、语言能力，这些都是跟一个人的天赋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透过一个这样子的基因测试去了解一个人的天赋，他的栽培方向这样子。那么如果基因天赋是遗传的，如果一个人在某个方面，比如说艺术方面是特别天赋，那找另外一半也是艺术细胞非常强的，那么是不是代表他们的后代也在这方面也会特别优秀呢？对于那个几率当然会更加的高。因为今天如果说好像你讲的，爸爸艺术天分很高，妈妈艺术天分很好，这个孩子得到艺术天赋的这个几率是超级高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我找的另外一半是有双眼皮的，我自己本身有双眼皮的话，我的孩子有双眼皮的几率是基本上就在那边了的不会跑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培植鱼也好，虾也好，还是我们养鸡养狗还是什么都好，我们都是要筛选出一个比较好的品种。好，这些名种狗，一条狗可能是卖了几千块的，
他们都是找那种很好的品种去配种嘛，所以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我们讲回归到人类筛选出一个比较优秀的另外一半。可能优秀的定义，可能在一些人是可能你要长得比较好看一定要双眼皮的要高高的还是可能他的优秀的定义可能是他必须很厉害读书，很厉害赚钱，还是有些人优秀的定义就是他脾气要很好。所以我今天找的另一半如果是有这样的特质的话，我们孩子得到这个特质的几率就会更加高。或者我们讲的疾病的这个部分，今天如果说我先天有一些疾病的我就必须要找一个天生就健康的，这样我孩子得到的几率遗传就比较低但是我们讲说同婚同性的那种结婚通常不太建议因为一个家族如果说有这个遗传疾病的话，他是找出一个同性的，就是 most likely 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家族的话，孩子得到那个疾病的几率也是比较高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讲在选择另外一半上面我们需要考量一些点就是比较现实那么你说天赋是传承遗传，那么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讲说，哎呀，我的爸爸妈妈可能他没有很大的一个天分没有很优秀的一个成就可能在音乐上或者创业上，就普普通通的一个父母，那么他自己本身是不是代表他就没有天赋呢？其实未必是因为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应该是讲以前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还是阿公阿嬷那个年代呢，我们为了生活每天就是忙一直工作这样子，也没有太多去注重你有什么艺术音乐天赋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的上一代老人家，还甚至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自己本身呢，很多人的艺术天赋、运动天赋，还是我们讲音乐天赋，都是被埋没的。因为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你能读书吗？你的成绩怎么样画画能赚钱咩？弹钢琴能赚钱咩？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思维跟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以导致很多人的天赋是被埋没的。可是在外面上，在外表上表面上的确是被埋没，可是那个基因还是一代传一代的。所以来到我们自己本身的时候，还是来到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去透过他的基因去了解原来我们孩子的天赋在哪里。那我今天如果有 do something about it 的话，这个孩子的天赋就可以得到发挥。那么那个基因还是传承下来，只是自己有没有去发掘，对，有没有去栽培起来。对，就我讲的，一个人如果说音乐天赋很强的话呢，如果他没有得到任何的栽培，他也不可能坐在钢琴上面就可以弹出一首来很厉害的歌，不可能的音乐天赋很强的人，他可能是在音准方面、节奏感方面比较强。所以今天如果知道他音乐天赋很强，把他放在对的领域去栽培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学音乐，他的那个速度是比人家快很多的，很快。我们之前看过一个案例那个孩子5、6岁，妈妈打电话给我，他讲 Dr. Shen，请问你这边有什么课程给我的孩子吗？我想我们这边没有给什么课程给你的孩子，我们做的是基因测试。然后他就讲说他的孩子基本上是不能读书的，在班上完全是追不上基本的 ABC 上完全都搞不定的。然后结果呢，报告出来这个孩子的天赋就在音乐。然后妈妈当时候呢完全是不敢相信，讲音乐能咩？他连基本的1、2、3 ABC 他都搞不定了，他要怎么去看得懂这些音符都压制？我讲说听我的话，你就让孩子接触。结果那个孩子结束了3、4个月的音乐课，妈妈打电话给我，他讲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人家的孩子30个星期学好一首歌，我的孩子每一个星期学好一首歌，而且自己还会创作，来 modify 那首歌，这样子来 within 短这几个月的时间之内而已。所以我讲这个是有天赋跟没有天赋的那个差别，跟有没有栽培那个差别。因为这个孩子，如果我今天只是依据他的成绩去栽培他的话，可能这个孩子他的音乐天赋就这样子被埋没了。很可惜那么很多年轻的听众他们会想说，可能我一直以来没有发掘到我的天赋，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也不知道天赋在哪里。那么 Dr. Shen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更容易的去发掘到自己的天赋吗？其实最科学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过我们的基因测试， DNA 直接可以找到这个答案了的。因为透过一个这样子的基因测试，我们是直接进入到你的基因去分析你这个人，而且无论在哪一个年龄层做这个测试，这个报告都不会变的。
都不会变的。所以我们今天越早去了解自己的话，我就可以在我的人生上去做一些规划所以我可能让一个孩子可能一出生就做这个测试，还是等他5岁才做这个测试，还是等到他15岁，还是等他50岁人生很迷茫，不懂自己这辈子搞了些什么东西，那份报告还是一样的。所以我越早做的话，我就可以越早为自己做这些规划。那么董先生，你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我们看到市面上也是有一些 DNA 啊天赋的测试，那么其实它背后的科学根据是在那里呢？会不会其实有一些可能它是没有科学根据，会不会是这样子的？当然不可能，因为好像刚才有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想要找出一个人的我们讲的艺术天赋在哪里的话我们是需要动用几千到几十千个人去做这个化验的去找出一群来非常有艺术的人，跟另外一群来几千个没有什么艺术细胞的人，抽取他们的基因去做对比，科学家去做这个对比，然后就找原来好像说 DRD2 这样的基因是跟一个人的艺术天赋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是背后整个理念，而且我们现在用的是基因科技，所以以前做一个这样子的基因测试，它是需要可能1个月那台仪器只能分析1个人罢了。可是现在呢，那个最复杂的速度呢，30分钟就可以分析出来了。所以未来呢，你会发现到基因测试会越来越普及化，而且不只是在天赋栽培上甚至是在医疗上例如说我今天要去看医生的时候，而且如果是头痛医生可能跟你讲说，你吃2粒 Panadol 就可以了。现在是普遍的做法是这样子嘛，standard 大人2粒 Panadol 嘛，就是止痛药嘛。可是透过一份这样子的基因测试报告，我们可以精准的知道说，你1粒就够了，还是你是需要3粒才够的，还是你是不适合 Panadol 这个牌子，你需要另外一些不一样的止痛药的。我们可以精准到这样子。你看我们以前阿公阿妈，他会讲说不要去看那个 clinic， 那个医生给的药是没有用的。另外一个 clinic 那个医生比较厉害，我吃他的药他就好了的。其实不是那个医生厉不厉害，而是那个药适不适合我的阿妈还是阿公这样子所以每个人的身体对每一种药物的那个敏感度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透过基因测试去做。可是现在这个阶段在这个药物敏感，我觉得至少还要等到5年到10年，它的研究会更加的成熟。这样是不是 genome mapping 这一块在这几年有一定的突破性？是不是 AI 其实会帮助它更快的达到一个更大的突破？当然，因为我们今天一个基因的数据，它是一个几个亿的那个 data， 几个亿的那种 ATCG， 所以那一堆的 alphabet 那种基因 data 呢，今天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AI， 以更加快的方式、更加精准的方式来找到里面这些读懂里面的这些资讯所以我觉得 AI 的突破，再加上基因科技上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参与，跟很多的这些研究机构、政府机构都投资了很多的资金去做这个研究，所以未来我觉得5年的那个突破会更加比过去的未来还要快的。那么 Dr. Shen 你提到了天赋，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天赋如果我要把它变成我的职业，这个听起来会不会可能是太过理想了？这样你觉得其实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天赋变成他的事业或者他的职业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事业应该是要在他的天赋上，是应该的。就好像说，今天你问我说，一条鱼应不应该去游泳？当然啦，因为我天生就是一条鱼一只猴子，我应不应该放进树林呢？当然啦，因为树林就是猴子的赛道一只鸟就是属于天空的。所以每个人，我们讲每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先去了解自己本身，我到底是谁，我的天赋在哪里？因为一个人的天赋，他跟这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使命，我们讲 calling 内心的那个 calling 是息息相关的我为什么天生鼻子特别敏感鼻子特别敏感，上天送给我这个鼻子就是上天送给我这个特别敏感的鼻子，他要我做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上天给我一个很好的领导能力？我要如何去运用我的领导能力去做一件大事？为什么上天送给一个人一个很好的音乐天赋？有些人听到一个音，他就知道说，这个是什么 key？ 为什么有这种能力？因为他可能就需要他把更多很好的音乐创作出来，造福整个社会。所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走在自己的天赋道路上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甚至到延伸到整个国家到整个世界，我们的进步速度是会更加的快的而且回到我们自己小家庭里面你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我们的孩子
是发挥着他最擅长的那件事情，做着他自己最适合自己的那个职业。然后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是更加开心的，他找到的机会更加的多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不只是他赚到的钱更加多，他会改变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的。我的确，你提到这个部分，我觉得很 interesting，因为不只是在对于孩子上，甚至是在企业上，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这样子对就可以发挥的更加好。对呀，我们最怕的就是把错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浪费了不只是他自己的青春，我们公司也要投资很多的时间、金钱在那个部分。那有一些人可能天生比较外向的，可是你要叫他去做那种很 detail 的东西，很难哦。好像我自己本身，我当时候我在打工的时候呢，我的老板，因为我们当时我当时是在一家化学公司做的，就是卖 chemical 的公司做的。然后我们是需要上那个 regulatory， 就是那个法律那个部分的 training。诶，你要进口一个 chemical， 你要什么 poison license、ARB 这样的东西的。我跟你说，我在里面听到要睡然后我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一个同事问了 Shane are you alright？ 我就跟他讲说，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在对的领域上，可是我很确定说我没有在错的领域就是没有在这个 law 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我完全不能，这些细节上的东西完全不能。可是你叫我去跟别人沟通、表达、去分享我的东西，跟人家叽叽喳喳社交，我就很喜欢。好，所以最重要是把自己放在对的领域上。那么对于一些人，可能他可能发觉我有音乐方面，我有艺术方面，或者是在某方面领导方面有一些天赋。可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可能他刚刚开始在职场上处于初期的阶段，那我有这个天赋，我还是要平衡跟现实的现实，对吗？对，这样我可能天赋刚刚才发觉，我还没有栽培起来。那么他要怎样去平衡呢？我觉得先喂饱你自己先，把你自己养活先，这个更加重要。因为你今天都饿着肚子的话，根本不可能有那个力量跟力气去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点。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一份工作是可以养活你自己的，所以白天可能9 to 5你是做着那份工作的，然后同时间晚上的那段时间还是周末那段时间，你得空的时候，把这一些最重要的时间呢花在你的天赋上。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是很喜欢写歌的，很喜欢做创作的白天你就去做你的 designer 还是做什么都好，晚上呢来到我自己的空间了，这段时间好好的去写歌，累积。你可能来半年之内、1年之内、2年之内，你创作了可能30首、50首、100首歌，就一直去尝试联络不一样的这些音乐家，还是什么一些歌唱歌手唱片公司什么这样子，总会有机会让你的这首歌爆红起来，还是什么样子。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先踏出那一步。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天9 to 5是很忙，可是我觉得更重要就是9 to 5过后这段时间，我们是在做什么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给自己来3-5年的时间，慢慢去 build 我的 passive income， 慢慢去 build 我这个 part time 我的天赋，然后慢慢当它成型的时候，它就可以取代我们的那个 full time， 把自己最适合最擅长这些事情变成我们这 full time。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理想中完美的那个画面，可是只要开始就一定有结果。你刚才提到了性格，更多的是你本身的 MBTI 是什么？我最次做应该是 ENFP。我以前是 ESTP， 它现在变成 ENFP， 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上需要我去做这个转变。所以因为我现在对的对象很多都是家长孩子这样的东西，所以他需要让我这个 feeling 的这个部分更加出来这样子所以蛮享受当下的现在。那么你认为 E 人或者是 I 人在于天赋的发挥上有哪一些个别的优势吗？我觉得 E 人的话就是我们讲外向性格嘛，外向性格就是比较热情去社交的时候比较容易让人家看见我们，也比较容易去适应一个新的场地、新的环境这样子，这是 E 人的强项。I 的人我们讲内向的，可能比较细腻，比较专注。可能你在分析东西的时候，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I 人可以做出一个蛮不错的决定的。好，那今天如果我了解了我的 E 跟 I 的话，另外很重要就是看我自己的天赋在哪里。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创业家，
我是一个创业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一个创业人，那我就必须要把我自己放在一个环境是可以让我跟很多人去社交的、打交道的、build 人脉的，常常去抛头露面的、上台讲话的，这样你得到的机会就很多，而且你是很舒服的在创业的。那相反的，如果你是一个 I 人的话，比较内向的话，我觉得现代的这个年代呢，是很适合 I 人去创业的，因为我们有我们讲 e-commerce， 有 Shopee、Lazada， 你可以来在电脑后面就是 reply message 啊，连顾客知道，连你的脸是怎样子，顾客都不知道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让自己更加舒服的去做着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无论是 E 还是 I 都好，它都有它发挥的空间。那么这方面的性格 MBTI 呢，或 E 人 I 人，这方面的性格是应该是天生的，对吧？对，那么后天可以去改变的吗？可以。E 或 I 呢，它其实先天的那个影响呢是高达了50%到80%的，蛮高的。那后天可不可以改变？可以，因为我们讲一个人的可塑性是蛮大的，我们讲人有无限可能所以今天我可能是一个 I 的人，可是我今天为了养家糊口，我需要做一份销售类似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如果在销售这个行业的话，为了要赚钱嘛，我必须要可能一直笑着跟人家讲话，热情。当然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是可以变成 E 的就是我们讲的，现在很多社会都是整个社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表面上看起来很外向、很热情什么这样子，可是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哇，好累哦，哇，今天我见了好多人哦，很内耗的那种感觉，耗自己的能量如果有的选择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 I 这样子。有些人可能想法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到夜深人静回归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是最贴近自己的基因的那一块的。可是回到现实当中呢，我们可能因为在事业上需要我呈现某些特质，我可能从一个 I 变成一个 E 它可以是一个状态啦。对，它是一个状态这样子，但它是可能一个短暂性的状态这样子。那么，唐伟，你本身，德轩，你认为你最大的强项是什么？你的闪光点是什么？我自己本身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 supervisor， 我在修着我的博士学的时候呢，我的 supervisor 跟我讲过一句话，我想Shane，你知道吗？你的写作能力很好。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块的然后慢慢的，我发觉到呢，我最大的强项是什么呢？我可以把很复杂的东西变成很简单我们讲可以把知识变成智慧的那个能力。知识是很复杂的东西哇，很多 journals publication 一大堆，人家很多人都读不懂的东西，我可以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变成来阿狗阿猫都看得懂的那种文章出来。所以每一次很多人看到我写的东西，我的作品，还是我的 supervisor 还是什么这样子，他们就是很容易 follow 出的那种的整个的逻辑思维，整个的呈现方式，你的字眼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我很感恩我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从去年开始，我开始有在 Facebook 写很多文章然后其实我当时我只是抱着那种尝试的那种心态去分享看会不会有人想要读这样的东西。然后结果我常常收到很多 feedback， 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讲说我很喜欢看你的文章，因为我一看我会不小心把整篇看完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最强的那个点应该是在这里，把复杂的东西整理简单化。就好像 Richard Feynman 讲，你能够把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方式讲出来，才代表你明白。是你有各方面的强项不一样的特质。那么今天如果你只能选其中一个特质把它拉满，拉到90分，把其他方面的特质只可以维持在70分，那么这个90分的特质你会选择哪一项呢？创意。对，创意就是那种有创意特质的人，就是可以想到很多人家想不到的 idea， 比较天马行空。所以创意这一块，无论在哪一个行业都好，无论是在做教育也好，还是在经商也好，做企业也好，还是今天你是一名老师，还是你是一名烘焙的师，全部哪一个领域都好，创意这一块它完全可以在你的整个事业上画龙点睛的，完全是点亮起来的，完全可以让别人看到另外一个角度，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的。所以我自己本身以前我讲在学校书写能力还不错嘛，可以用很
奇奇怪怪的 idea， 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出来。那甚至是之前我有帮我的太太去经营她的 marketing 的公司，虽然说我没有什么 marketing 的底，可是我觉得我的创意，我自己本身这个能力，帮助我在那个领域非常非常的多。好像说，哎，有些顾客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来给他一些他完全没有想过的 idea 去帮他拉到一些顾客，找到一些他要的团队这样子然后来到我现在做的东西，就是我们会去帮爸爸妈妈解说他们孩子的那个基因测试报告。然后我们知道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嘛，每个孩子的栽培方法跟方向都不一样，所以代表说我们要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创意在这一块呢，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那个 points 就是很多时候在 consultation 我出来的 idea 是完全我以前都没有想过的，常常有很多这样的环节因为我们会在了解了这个孩子的情况，了解爸爸妈妈的 pattern， 他们的思维是这样子，然后 on the spot 你要想出一个方法出来。所以这个特质我觉得它帮助了我自己本身很多，跟帮助了很多爸爸妈妈在育儿的道路上是很轻松的。很多人会对创意，他会觉得是在艺术方面，创意 sometimes 也是 contribute to problem solving。对啊，今天我要做一个生意我要怎么跟我的 competitor 有一些区分出来？创意我今天要写一首歌，创意我要设计一个蛋糕，创意我今天要给孩子买衣服，好，怎么去搭配，也是需要你的艺术跟创意这样子的感好，所以蛮好玩的。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们正在考虑着事业的发展，那么Dr. Shane，从你的角度，你其实会建议年轻人去创业吗？还是这样讲，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什么样的人适合打工呢？其实到最后呢，回归到自己，看你自己本身是为了些什么创业，跟你有没有这个条件去创业。我一些朋友呢，他跟我讲说，哎，Shane，我要创业。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创业？他讲说，我不想这样早醒，我不想去塞车，我想要赚更多钱。那如果说你只是为了这样子的原因的话，可能不太 solid， 因为可能你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受的挫折会更加的大，因为你只是为了不想早醒，不想看老板颜色嘛。因为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是真不简单的，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需要面对的压力是很多，挑战真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如果说你单单为了这几个原因去创业的话，那还是暂时还不要，先等到时机更加成熟你才去做。至于打工的话呢，我觉得不是说打工不好，也没有说打工不好。其实我一些朋友也是打工打到很成功的，一个几十千、整百千都有的。要看说你自己是在哪一家公司，它的前景是怎么样。所以其实创业跟打工它没有说一定的好坏，就看我们自己适合这样子的那个我们的特质是怎么样现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你需要的是什么更加好所以创业需要的特质，我觉得如果说你具备一些特质的话，我觉得会更加好。例如说你可能比较创意的你比较容易在整个市场上找到不一样的那个缺口可能你需要那个冒险，你需要去冒那个险，你需要你的抗压能力要蛮不错的。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心理弹性。心理弹性是什么呢？英文叫做 resilience， 就是我今天如果说生意失败了，我需要多久的时间反弹起来有些人我们讲到 MCO 的时候，政府一宣布那个 lockdown， 然后就不能做线下的生意，就关，然后就不懂要怎么办了。所以他可能需要半年、1年、3年的时间都不能 move on 的。然后到现在他可能还跟你讲说，因为都是 MCO 的关系因为 COVID 的关系，让我的生意什么什么这样子。可是有一些人我们看到了，在 COVID 的时候，我曾经遇到一个商家，他本身是经营着全马最大的那个清真的旅游公司。哈劳的旅游，全马最大的是他了的。他讲我整个团队几百个人，然后呢，他没有办法，旅游完全不能走了嘛。他怎么做呢？他立刻把这些员工暂时裁退先，然后呢，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去卖包。卖包？对，我们吃的那个包，盖亚包叉烧包这样子。他自己就去 invest 一家 machine 学做包，然后呢，几个月后呢，全家人一起去做包，过活。然后也做得很好。现在呢？现在我就不确定可是他就是在那个时刻，当你的生意遇到波折的时候，你需要多久的时间去反弹起来，去面对这个挑战
所以我觉得在做生意上，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真是太快了。你可能觉得这个产品卖的不错的，可能下一个月、3个月过后，有一个 competitor 进来，完全把你杀不到完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是可以用多快的时间去反弹消化这件事情所以回归到打工还是创业比较好，我觉得看你自己的个人的那个气质、个人的那个特质然后再看你当下需不需要去做哪一件事情更加适合你自己。所以你需要有比较强大的一个推动力、自驱力，同时也需要具备一些特质条件。对。那么你提到的那一些创业的这些条件、这些特质了，像根据你早前提到的，像这些是不是也是其实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后天去栽培？一些人呢，你看我们讲了，在创业的道路上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领导能力。你看有些人在学校的时候，真是天生的歹咖在歹路的那种的，你需要去训练他吗？不需要的，就是老师要选班长、选什么团长什么这样子，很容易就被看见的，他很容易就有那个号召力，来我们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的。有些人就有这样的能力，有些人天生他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讲解决问题能力蛮不错的，在报告上面，在基因测试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些人冒险精神压力承受能力，害怕不确定性。你看有些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很喜欢做 planning 的 ，Plan A、Plan B、Plan C。What if it doesn't work？ Plan D 是怎么样？这种都是因为害怕不确定性比较高的人。好，所以这一些特质都是我们讲的在创业的道路上你需要有的，而且这一些呢都是遗传的，OK， 遗传的部位的那个发现率呢是蛮高的，50%到80%。那当然后天可不可以去弥补呢？可以。好像我之前遇到一个妈妈，她是做保险，也算是在创业这样子她的 personal skill 是超级强的，每一年的那个什么 MDRT 那些都一定有她的份的，可是她花了很多年时间，一直 build 不了自己的团队。然后他也跟他的上线不懂说要怎么去突破自己，因为他很能讲，他也很能招新人进来，可是这些人呢就不能被留住这样子。然后他也很懊恼，他就做了我们这个测试，然后发现到什么呢？他发现到原来第一，他天生领导能力是比较弱的；第二，同理心比较少；第三，就是他的那个倾善性比较少。OK，我们先讲领导蛮直接的。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带领这个团队 do something， 然后让你整个团队去信服你嘛？然后我们讲的同理心是什么呢？我是否可以很敏感的去发现我的那个团队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在 consultation 他跟我讲，对了，我的 team member 跟我讲说，哎呀最近很 down一直给我的朋友拒绝，然后他自己的因为他 feel 不到，他比较麻木的因为他同理心比较少，他比较麻木不够敏感，所以他一直跟他团员讲说，这是做罢了吗？有谁没有被拒绝的？做罢了。他看不到自己的盲点，所以很多人就是 OK 啦，跟着这样子的 leader， 我也是找不到什么希望，这样子就离开了然后另外一点，我讲的那个倾善性比较低呢，就是特别有主见的，所以他的 team member suggest 他什么 idea， 他都很难去接受，他很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驱使到其实他在 build 整个团是比较难的。所以到最后呢，我们了解了自己过后，再去看我的领导能力我要怎么去提升，我的倾善性我要怎么提升上来，我的那个同理心要怎么去做。最重要的是我们讲人通常是活在自己的盲点，只有看见盲点呢，有那个 awareness 过后，我们才知道说，好，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所以我讲先天跟后天是两个一起配合的。我再跟你分享那个案例有一个在新加坡工作了差不多20-30年的一个朋友啦，然后呢，他之前是一出来工作就在新加坡的，所以他赚了很多钱，收了很多钱，而且是钻石王老五，没有家庭没有孩子，然后完全赚的钱就是自己活自己，所以他讲说我很想创业，可是我不懂要怎么开始，跟不懂什么东西，一直扯着我的后腿。所以他就做了这个测试，去看说他自己本身欠缺些什么东西。结果在报告上面呢，我一看下去，我就想，你应该是学霸嘛，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强，数学逻辑超强的，解决问题能力很强，我讲学术成就这些都超级强的。然后他的创业潜能也是超级高。可是什么东西拖在后脚呢？他的悲观性格，他是比较悲观的，他的冒险精神很低，害怕不确定性很高。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这几点的时候，他就偷笑。
然后我就问他说：其实你不要创业的原因是什么？你一直觉得内心的那股声音是什么？讲市场很不好，悲观。悲观。我就问他，我们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有听说过市场是很好的？他相信也好像没有哦。我想市场我们每次听到都不是经济都不好，市场都不好的嘛。可是总有人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也是赚到钱呐、好，所以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一些都是拖家后脚的一些东西。好，所以先天哦。可是我了解了我先天，我就知道说后天我应该做些什么东西。后天应该弥补什么？对，可能去上一些课程啊，看出一些什么书啊，甚至是我们讲的一直洗脑自己啊，自我肯定啊，我要给自己这样子的思维去弥补那一块，这样子。首先需要先 find out 那个盲点，对，因为 sometimes 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对，盲点就是来顾名思，就是盲，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很科学、很客观的方式去看见自己。那除了创业之外啊，Dr. Shin，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是在职场上，那么在选择职业方面，又有哪一些比较普遍的一些误区是年轻人应该去避免的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一个行业、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受了很多朋友跟家长、家人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很多人讲说，我全部朋友都去读 business， 那我就去读 business 吧。OK，我全部朋友都觉得说，以后 biotech 很好，好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全部说biotech 很好，很有前途的，所以很多人就去读 biotech。所以到最后呢，我自己是否适合在那个领域上？所以我觉得在选择行业上的时候呢，我觉得到最后回归到自己，我自己适合什么，我的强项在哪里？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呢？当我们在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最好就是给我找到一份钱多事少离家近。所以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一块好像益处，我们看到眼前的个好处，可是10年、20年过后，这份工作是否可以让我们走到适合自己的赛道上？我们是否真的是适合自己？好像我一个朋友这样子，他自己本身就是可能不太喜欢做 marketing 这样的东西的，那没有什么创意的。可是他刚好找到一份工作呢，是他离他家对面一家公司想要请一个 marketer，然后他就 OK 了，我就投一份 resume 咯。结果做一下呢，3个月半年过后呢，他就讲：“哎呦，我的老板你是什么这样子？要去理财，怎么 poster 啊，什么这样子？”我看下去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创意的人，我想这个 poster 很难吗？没有很难的 ，OK 吗？我用 Canva 我都可以做到了的。他讲，可是我做到很累，所以我就讲，这份工作的确是很靠近人家，收入也是还蛮不错的。可是到最后，是否真的是你做得很开心？然后当我们在做这份行业做得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整个动力是下来的。动力下来的时候，整个发挥这些前景发展都会被影响。那么在职场上，你认为说沟通能力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或者在职场上的发展有多重要呢？非常重要。沟通能力对一个在职场上的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简单来说呢，好的沟通就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我跟老板沟通的时候，老板觉得很爽很舒服，我今天跟我同事沟通的时候呢，同事也是觉得很舒服，我去跟他要求讲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快点给我一份 quotation 出来？如果你沟通得恰当好的话呢，你的同事 OK 好，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帮你处理跟我们的顾客去处理一些纠纷的时候，如果我们很知道怎么去沟通，应该讲些什么话，什么是不可以踩的，那个次序上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先讲，什么后讲，然后让一个人听到很舒服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在事业上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是什么东西。老板想要提拔一个人的时候，他首先会想到一个就是跟我沟通蛮不错的人。一个顾客想要跟一个 supplier 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要找一个跟我沟通蛮不错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沟通能力好，基本上我觉得在事业上是蛮容易平步青云的。那么除了沟通能力之外呢，你认为还有哪一些技能也是很重要，可是学校却没有教的呢？学校没有教的，我觉得有一块我觉得很重要的，财商、金钱管理。今天无论我是什么行业都好，
我是做 finance 做 accounting 也好，还是做 designer 也好，还是做 editor 也好，还是我是一个记者，我是一个 DJ， 什么行业都好，赚了再多的钱，可是这个钱来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否懂得去善用这笔钱？多少%应该是花在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多少%应该是花在娱乐的，多少%应该是花在买 iPhone 的，还是什么的？所以无论我们今天什么领域都好，我们都离不开钱这一块。然后恰恰在这一块呢，学校是没有教的。所以甚至去到学校的时候，我们以前不能说爸爸妈妈，给我5块钱哦，好啊，5块钱，我今天比较多钱了，去买一只炸鸡腿。还是今天妈妈给的比较少，OK 啦，就这样子。然后其实有多少人真正是学过，爸爸妈妈给他50块，他怎么去处理的？这一块我们小时候的消费的那个模式跟我们长大时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学校可以纳入一个点，就是如何去教这些小孩子去管理他们的金钱，怎么去 set 一个 goal。那我今天有钱的时候，我可以投资在哪一个方面？怎么去让钱生钱？这样子的理念。我觉得如果说在马来西亚这一块做得好的话，我们全马的我们讲的 EBF 户口就不会被提出了那么多。那么Dr. Shin，你刚才提到了在马来西亚学校啊教育这方面，那其实在你的角度看来，你认为我们马来西亚的教育是往着对的方向吗？还是其实是在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我们看到教育部也好，或者是其他部分也在做着一些调整，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吗？还是其实治标不治本？其实调整来对这个教育部的调整，我觉得是好的。每一次的调整都一定有一些进步。可是我觉得现在不只是马来西亚，甚至全世界面临的是一个在教育上是蛮大的挑战的，因为 AI 忽然间出来，整个科技上进步是超级快的。所以现在全世界，无论是马来西亚也好、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我们主要是还是以考试的制度、填鸭式的方式，谁能考得最多 A 的，我就给谁奖学金。这个是现在唯一筛选一个奖学金得主啊，还是进入什么名校的一个主要的那个条件。那主要的那一个当然不是全部，可是它是一个主要条件。可是回到现实当中，我们的孩子今天拿完全部 A 过后，我们要如何 guarantee 说他在世界上是可以成功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教育现在应该要有更多不一样的那种教学方式，例如说更加多的 project based 的东西，让孩子可以自主的去学习，同时间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现在的教育不应该是让孩子去背什么 Sejarah Chapter 1背到什么样子，你考完也是最好的，而是我今天例如说，我想要让一个孩子学习什么是叶子。什么是叶子 leaf 叶子？我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孩子自己去外面采叶子，去观察不一样的叶子，叶子上有什么形状，它的花纹是怎么样然后同时间再去 Google 去 research 叶子有什么 structure， 每一个 structure 它的那个功能是什么？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孩子学习如何去自主学习。同时间就可以很创意的方式把这个叶子画出来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世界需要的一个东西，而不是现在的方式就是那种来 chapter 2 OK 叶子是什么形状，分成哪一种类型什么这样子。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种体系下长大，考完试一切都忘了光光了，因为我们是被逼去学习的，而且这些知识一直塞进我们的头脑，也不是我们自己打开心房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 moving forward 更加多的 project base， 让孩子自己发挥他自己的创意、解决问题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这些才是更加重要的。背的知识确实是这样说，这个迟早是 AI 会取代。对，所以你提到讲说作为 project base 来讲，可能除了学校之外，可能家庭父母上也要去配合学校的一个方针，对，不然或者孩子本身也要觉得这样他要了解背后意义是什么，而不是为了那个 assignment 分数。对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把学习变成一件很好玩的事情，而不是那种今天又有3面的ejaan，还是3面的听写，3面的什么东西要去抄，还是什么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学校跟家长的配合。可是我觉得很好的现象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父母是更加参与孩子的教育的，跟思维是那样开拓的。
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们看现在很多人可能20到30岁，也不只是年轻人，但是我们讲说，从这一群的年轻人20到30岁来讲了，很多人其实都很容易会感到焦虑。那么你认为 Dr. Shin， 你认为讲说他们的这种焦虑和他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系的吗？息息相关。一个20到30岁终于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蛮焦虑的，跟他的原生家庭其实是蛮息息相关的。第一，我们常常跟孩子说的话是什么我们以前的那个传统说法思维就是想说你一定要考好成绩，读好书，拿到好成绩，去一间好的大学，赚到越多钱越好你要买越大辆的车，还是你要住越大间的房子越好 ？OK， 所以我们为了达这个目标呢，爸爸妈妈我们以前那个年代的安排补习这种东西，全部东西都帮孩子安排好，就是希望说他有一天他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20到30岁，孩子终于大学毕业了，他终于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呢，你忽然间很多20到30岁年轻人发现到，我不懂要怎么去做决定，我应该去哪一个地方工作，我应该选什么工作？因为小时候做决定的这个能力给爸爸妈妈替代了，所以很多人来到20、30岁这个阶段呢，他终于来长出翅膀的时候，我不知道说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飞了。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最大的焦虑，因为他终于有自由，可是我不懂要怎么办，跟他没有那个底气、勇气、那个冒险精神去做这件事情。那同时间又活在爸爸妈妈的期待下，哎呀，你看那个人已经怎么样了啊？那个朋友的孩子已经怎么样了啊？他在新加坡赚到很多钱呢，那我们就是惨了，我怎么办所以这些焦虑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回归自己，我们自己本身是谁，好好去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真正去了解孩子，用对方法很重要，给孩子对的思维。那么听众里面可能有一些他们是年轻的爸爸妈妈，那么你认为育儿上有哪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呢？比如刚才你提到一些，还有哪一些常见的误区吗？我觉得年轻爸爸妈妈现在常见的误区呢，就是什么呢？赶时间，越快越好，这样子的思维。如果说我们在选择一家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 A 跟你讲说，嘿，我们这边5岁才会教 ABC123的。幼儿园 B 跟你讲说，我这边4岁就教了。幼儿园 C 跟你讲，之前我们3岁就教了。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会选择幼儿园 C 的。我希望说我的孩子越快学会 A 到 Z、1到10加减乘除，甚至乘法表。我们之前看过一个家长，孩子才3、4岁吧，每天给孩子听乘法表。我讲，你孩子连乘法表的概念是什么，他还不懂的时候，我就逼他去听去背 ，like for what？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孩子对的年龄做对的事情，把他的那个 foundation 打好是更加重要的，而不是来急着赶时间。因为今天如果孩子记忆力不错的话，他的数学逻辑思维不错的话呢，我无论让他在3岁背好，还是等到孩子10岁才去背这个乘法表，都没有问题的，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那个我们讲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赶时间这一块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爸爸妈妈的误区了。另外一点，在外国我不懂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人读完中学的时候呢 ，before 进 college 还是 before 进大学呢，会拿1年的 gap year。你有听过 gap year 吗？ gap year 呢，就是那1年之内爸爸妈妈可能给他一笔钱，可能20千、30千还是多少都好 ，OK， 由爸爸妈妈决定。然后那1年呢是没有读书的，就是去探索这个世界，去旅行去做他要做的东西，去发掘他自己 slow down 这样子。可是来到我们这边是很少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你中学读完了啊，成绩 SPM 一考完成绩还没有拿到，快点先进 college。进好 college 呢，最好就是那种1年可以读完的，就可以直接进大学的。人家23岁才毕业我的孩子21岁就毕业了。可是我们在赶什么？人生很长，所以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可以 slow down， 来慢一些，花一些时间跟孩子慢慢的去逛公园，慢慢的去陪他成长，而不是急着的，现在就要背乘法表、写字还是什么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慢下来。那么 Dr. Shin， 你认为父母的育儿方式对孩子未来的个性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呢？非常大的影响。我跟你分享一个案例我2年前遇到一个孩子
然后呢，他的妈妈也在现场，他是一个event来的，然后那个妈妈直接把我拉去旁边，因为他知道说我是在育儿界的，然后他就问我说 Dr. Shane， 我要跟你求救。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么20-30分钟的东西，关于这个孩子，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差一点点把他的妈妈杀死，差一点点。那天是这样子发生呢？那个孩子很想去吃日本餐，那已经吵了很久了。那妈妈呢就决定 OK 啦，孩子，今天傍晚妈妈就带你去吃。结果呢，今天傍晚时间要到的时候呢，忽然间需要换 plan， 因为他的外公外婆要来找这个妈妈。然后那个妈妈就跟孩子讲说：“我们可能需要换去下个星期一吃啊。”结果那个孩子一气之下冲去厨房，拿了一把刀出来往他妈妈身上捅。幸亏外公刚好到他家，抓住这个孩子。然后同一天晚上，妈妈忽然间受到惊吓了吧？我的孩子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9年以来第一次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妈妈就开始在晚上睡觉前想做些冥想，想让自己来看不到下一点点。结果关着眼睛做着冥想的一半的时候，门打开了，然后他就听到孩子走过来。接下来呢，他 feel 他的景象，一把冷冷的东西，开眼睛，一把剪刀。那个孩子还放不下这件事情，所以妈妈为什么会让到这个孩子，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第一，在他的报告上面，这个孩子神经质性格天生就很高，就是这种孩子就是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反应特别大的，来拿出一把刀出来的。然后同时间他的毅力是超级强的，他要什么就要到底的那种。可是妈妈的育儿方式从以前小到大，这个孩子已经9岁了，完全是用错方式的，就是那种传统典型的这种，你做错什么事情要被罚，什么都被罚的那种。孩子就算是那种不小心打破一个玻璃杯，那妈妈都会来问我们，我应该要讲罚我的孩子，要扣他的零用钱吗？还是怎么样？我想说，你孩子是不小心打破一个杯子，为什么你要去罚他？所以这个孩子因为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成长，这样子的思维模式下成长呢，做错事就要被罚。所以妈妈不能守信用，妈妈做不到她答应我的事情，所以这个孩子再加上有点神经质，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惩罚他妈妈。而且不止妈妈这个 case 他去到学校，他的朋友不小心弄到他一气之下拿了一支 pen， 而且把那个 pen 的头是压出来的，冲去他朋友的位置，这样子捅在他的朋友的手上面。所以我们讲的，我们的教育模式，它是直接影响了这个孩子以后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而且如果说这个孩子天生在例如说暴力倾向，比较容易生气的，还是神经质性格这些特质都比较高的话呢，再加上用错方式的话呢，我们讲就是火上加油，很夸张的。所以其实我们只要用对方式的话，一个孩子先天再不好的特质都好 ，OK， 他还是会把这些不好的特质压下去的。好，是相反的，今天如果这个孩子起跑点很好的话，如果爸爸妈妈用错方式的话呢，他也会让一些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好好去学习，如何去好好跟孩子沟通，教育他们，我觉得这也太重要了。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对，所以要了解孩子是怎样的一个方式，才用对的方式去对待他。对，那么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说兄弟姐妹排行最大最小，对于他们未来他们的行为啊，或者是他们个性上会有这样的不同吗？其实这个排行的影响呢，它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叫阿德勒启发的。他就讲说，可能大的孩子他的 leadership 会比较强，比较上进一点点。那小的可能比较吊儿郎当可能中间那个比较叛逆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观念跟对排行的一些想法这样子。可是呢，过后呢，很多研究都发现到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尤其是一个孩子长大后呢，其实他在家里的排行是完全对他的事业没有太大的影响的。他的影响呢比较明显是在小的时候，因为狗狗比较大嘛，所以狗狗是需要让给弟弟妹妹，狗狗需要带弟弟妹妹去玩什么东西，所以没有办法，他需要做这个 leader 的那个角色。可是大的时候呢，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气质，完全是由他的基因来决定，同时间由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育儿思维决定的。所以如果说一个孩子天生一个大的孩子，最大的孩子，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些领导
的这个特质的。所以小时候被逼，可是大的时候呢，我才不要去领导，我很累啊，我就在家，你跟我讲要做什么就好了然后可能二的孩子他可能是我们讲比较叛逆的，也未必是叛逆啊。有些孩子是比较我们讲倾向性比较高的话呢，比较随和，比较容易听进去爸爸妈妈讲的东西，他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小的孩子人家讲说比较自由，比较放肆的，可是如果小的孩子他的基因上是我们讲严谨自律比较强的，毅力比较强的，这种人就是目标型很强的那种人，我要什么我一定做到底的我就可以让很 discipline 几点应该做什么，买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所以如果说他在特质上是这样子的话，就算是排行最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回归到自己他本身与生俱来的特质是怎么样。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排行，可能是在于父母对待最大最小可能的方式不一样。对可是当我们一个人越大的时候呢，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个性格也好，特质也好，兴趣它会越来越贴近我们自己本身的基因但是很多人讲说我发现我越老发现我讲话的模式性格越像我的爸爸还是越像我的妈妈那个影子在那边了就是因为基因上已经出来了，而且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很自由的去做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是会越来越贴近最原始的那个我们。那么Dr. Shin，你认为不同世代父母比如说70年代、80年代，或者现在一些比较年轻的父母可能90后或者比较年轻的00后，那么不同世代的父母在于教育上有什么不同的方式吗？你认为？有，其实蛮大的差别的。其实回归到我们讲的一个人的需求，那个马斯洛的那个 pyramid 你看，当以前那个年代，可能阿公阿妈那个年代，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他们追求的就是一个基本的衣食住行。所以当时候呢，就是期待说只要你能考到好成绩，赚到越多钱，代表说你越成功，因为要满足这一块衣食住行最基本的。可是来到我们这一代呢，说真的，衣食住行已经不太是很大的问题了。反正现在追求的，在育儿上我们追求的呢，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我们希望说孩子快快乐乐可以心灵得到一个很好的成长，可以发挥到他自己的强项。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到很多爸爸妈妈开始从传统的育儿模式走向科学育儿传统育儿模式就是那种打骂，只要你能听话照做你没有照做的话呢，成绩不好就是被罚被骂这样子。来到这个年代成绩不好不用紧，我们看你的强项在哪里，要怎么去发挥它所以已经有慢慢这样子的那个转变开始进来了的。因为人的我们讲的成就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经济能力也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思维上育儿的那个理念上也会慢慢一直在改变。那么怎么说，从小原生家庭父母的一些金钱观或者消费观其实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吗？其实我们的金钱观，我们给孩子的一些思维尤其是金钱这一块呢，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其实不怕爸爸妈妈穷，我们最怕的是爸爸妈妈哭穷，一直骗孩子讲说我们没有钱买这个东西的，所以搞到孩子拿到一个礼物，我觉得很多的愧疚感，用那个 pen 用得很压力。我爸爸已经把你送去学这个，你就好好学，你知道吗？你不要浪费我的钱给到孩子很多的压力的。甚至我们常常会跟孩子讲说，赚钱很难赚钱很难。所以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思维就是赚钱是很难的事情，我必须要通过很辛苦的方式赚到钱。可是今天换一个方式，赚钱是 OK 的没有说很难，只要用对方式就可以了。我谈到一个 business 100千我就赚了的。所以如果说孩子是在这样子的思维下成长的话，他以后赚钱的模式，他想的那个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可能会跟孩子讲说，钱是要省下来的，一定要省下来的，一定要省下来的。可是一些爸爸妈妈会跟孩子讲说，钱是要赚回来的，我就想办法如何去拥有这台 iPhone， 想办法如何去拥有一个 trip 去 Europe 所以我们的金钱思维、金钱观会直接给孩子他长大的时候，他的消费模式、他的生活模式是息息相关的。财商这一块呢，是在学校老师没有教的，所以爸爸妈妈呢，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们活在一个资讯非常丰富的年代，我们可以去 YouTube 我们可以去上课我们可以小红书去把这些金钱观好好的去成长上来、学习上来，对我们的孩子影响是很大的。
可能看一些书。对，看些书也是很好。如果说爸爸妈妈是找到一些不错的书去更加好。父亲和母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扮演着怎样不同的角色吗？父亲母亲我们讲的就是一刚一柔，一刚一柔。父亲要给孩子的一些特质呢，就是好像说独立、担当、自信、勇敢、冒险。所以这些特质给孩子过后呢，让孩子变得让孩子飞得更加高。那妈妈相反的，妈妈是比较温柔的，比较温暖的，比较真诚的，比较淡定的。把这些特质给孩子的话呢，让孩子飞得更加远。所以一刚一柔，在一个健康完整的一个家庭下，孩子生长出来又可以飞得高，又可以飞得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讲说，爸爸不在，那妈妈就付出多一点点，还是妈妈不在，爸爸就怎么样？其实一个爸爸，我们讲了，如果说爸爸需要付出是100分，妈妈也是100分的话，那如果爸爸不在，妈妈付出200分的话，他永远也取代不了爸爸的那个100分的。相反的也是这样子，因为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的特质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的阳刚，我的勇敢，这些必须要从爸爸来的。妈妈再怎么去逞强都好，她还是就是妈妈嘛。所以一个完整的家庭，爸爸妈妈都需要一起去努力的。而且很好的现象是什么呢？现在参与育儿的爸爸是越来越多的。以前那个年代，阿公阿妈那个年代，可能好像我爸爸这样子，从小到大我的阿公是没有跟他换过一个尿片的，没有冲过凉，没有喂过他吃的。以前那个年代是这样子的嘛，就是这些家务是孩子事情就是老婆在管理的嘛。可是来到这个年代，都是夫妻一起在育儿，一起。所以我觉得 moving forward， 我们下一代无论是身心灵上面的成长，我觉得会比我们以前的更加的好，更加的健全。Dr. Shen， 有一个概念叫做 attachment theory， 依恋理论。对，我的了解是，一个人如果他现在成长过后，他在与人际关系上可能会感觉比较缺乏安全感比较容易缺乏安全感，或者是会尝试去逃避。这样子一个 behavior 可能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对，真的是这样子吗？它是息息相关。可能我们先讲 attachment theory 大概是怎么样先。以前有一个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他们就把一个 baby 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呢，妈妈就离开那个 baby，OK， 关门走开，然后不久过后呢，就让妈妈又再回来去理那个 baby 这样子。然后结果呢，他们发现到呢，不一样的 baby 有出现的反应是不一样，主要就分成3种。有一些 baby 呢，妈妈回来过后呢，哇，他就很开心了的，他就没有再哭了。有些 baby 呢，妈妈回来过后呢，他还在哭。有一些 baby 呢，就是妈咪回来过后呢，他也不太去管那个妈咪了。所以第一种 baby 就是妈咪回来过后，他就停了。这种我们讲比较安全性的依恋，他觉得很 secure。我们讲这个叫做 secure attachment， 他觉得很安全，只要妈妈在我就 OK 了。第二种就是妈妈回来过后，他还在哭的，这种就是属于焦虑型的依恋。就算在一起了，他还是很焦虑的。你看有些人长大过后他的女朋友没有回他 message， 她老公没有回他 message， 哇，这样子了就算身旁那个人对他很好，他还是很多焦虑在里面的。那另外一些呢，你对他好，他也不敢对你好，他怕说你有一天还会再离开他的。所以这种我们就所谓的逃避型的依恋。那这一些呢，他对一个人长大后的人际关系上、夫妻关系上、跟孩子的关系上是息息相关的。可是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一个人到就会变成，无论是那种安全型的依恋还是逃避型的还是焦虑型的，到最后你看同一个实验就算我用100个 baby 去做的，为什么有些 baby 妈妈离开过后呢，回来过后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是说100个 baby 我妈妈离开了一直哭放离开，不是说100个 baby 全部都是有问题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从基因的角度，我们已经找到那个答案了。有一些人在孤单性格上是比较高的，所以孤单性格比较高的人呢，他的安全感来自于人家的陪伴。所以这种人呢，你看我们身旁有一些朋友，他跟你讲说，哎呦，一个人去吃饭很可怜，一个人去看电影很可怜的事情，是不是？可是相反的，有些人一个人看电影有什么问题一个人吃饭什么问题？所以
这一种就是我们讲孤单性格比较少的，他比较独立的。所以这一种孩子比较独立型的话呢，爸爸妈妈就算是来离开他放他在哭的话，他的影响没有太大的。相反的，如果他是那种我们讲的孤单性格很强的话呢，用错方式，爸爸妈妈没有给他太多的那种关注的话，他就比较容易有这种状况。那除了孤单性格之外，在基因的角度上，另外一个是焦虑。焦虑，有些人天生比较焦虑的，有些人天生就是比较我们讲 steady 的所以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孤单性格又很高，很需要人家陪伴，同时间焦虑性格又很高的话，这种人长大过后呢，他变成一个我们讲焦虑型依恋的这种模式，几率会更加的高所以到最后呢，回归到一个孩子天生的那个特质，他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有些人好像说不敢去创业有些人不敢去创业到最后他原因是什么呢？他需要一个 business partner。他的安全感来自于有一个人跟他一起去做甚至有一些人讲说不用紧，那个company的 share 我给他多一点点不用紧的，只要有一个人陪我就可以了。那有些人我才不要 business partner， 我自己一个人都可以做完了这种是属于我们讲比较独立性的所以这些都会影响着无论是我们的人际关系上，跟夫妻感情，可是跟孩子的感情上，甚至在我们的事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如果他基因是这样子，然后后期没有去用对的方式去对待他，那变成了这样子的一种性格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讲说，一个孩子能的话呢，爸爸妈妈越早去了解这个孩子越好。如果发现到我的孩子孤单性格是特别强，还是焦虑性格比较高的话呢，我要确保说我给他的爱是来不只是100分200分300分，在他小的时候给他满满的安全感，把他心里的那个缺口那个桶填到满满先。在他长大过后他长大以后呢，他的冒险精神这些会更加容易出来。那如果说我们不了解孩子，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忙，然后又没有给他足够的那个关注的话，他长大时候真的会有蛮多的这些潜在的问题的所以这是我们讲说，我们如果了解自己还是了解孩子的话，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做一些调整。好像大人也是可以这样子的。大人如果是要说我是比较孤单性格比较高的我去找一些 business partner 还是什么这样子，我知道说我需要这样子我去 shopping， 我去找一个朋友来陪我 shopping这样我就没有那么容易有焦虑，因为现在社会步伐太过快了所以我们可以找适合的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然后让自己的内在比较平静一些。所以不只是小孩子，不只是父母，长大后可能你也是要尝试去 figure out 自己是属于这样的，然后怎样才能去调整。对，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呢，我们看很多小孩他们在等饭的时候都会习惯性滑一下手机。这样多的其实小孩子常用手机对他们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到呢，常常用手机，而且是每一天用超过限定的时间范围之内的话呢，对孩子的影响蛮大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3个点OK， 第一个点就是孩子的专注力。OK， 我们先讲专注力。你看一个孩子当他看手机的时候，他的 pattern 是这样子呢，我看一下这个 video， 我不喜欢了 next， 不喜欢了 next， 然后这些 video 声音也很好听，画面很好看，卡顿哇动来动去。可是这样的习惯一旦他 build 起来的时候，他去学校的时候呢就被他挑战了。为什么呢？学校的书没有声音的而且是黑白的所以导致很多学校发现到呢，孩子一到学校的时候是很难专注的，因为他一直已经习惯性有这些很多 stimulation 去 stimulate 他，去让他专注。当去到学校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孩子都不能专注这是其中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孩子的脾气同样的，孩子我要看什么 video， 我要 next， 我就一直按，我要什么就可以立刻得到，立刻满足。所以当我们把孩子的手机拿掉的时候呢，我得不到我要的东西的时候，爆出来了而且很多研究发现到呢，用很多电话手机的孩子，一天如果看了超过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的那种孩子的脾气特别暴躁，特别暴躁。那第3个现在是很多小孩子面临的问题 speech delay， 就是语言迟缓。有些孩子我们看到5、6岁还不太能说话，只会讲爸爸妈妈 Superman， 喝水吃饭简单几个字吧5、6岁那个妈妈差一点把她的孩子送去特殊学校
然后呢，我们在报告上面看到，诶，这个孩子天生他的语言能力、表达能力应该是蛮不错的。结果发现到呢，这个孩子家里的状况是什么？他是由阿公阿嬷带大的，然后这个阿公阿嬷就是你要很疼孙子嘛，哦，你要看电视啊，开啦。而且你看电视的时候，周静静没有来打扰我，很好顾。所以这个孩子可以从早上一醒来8点看电视看到晚上睡觉，来连只是冲凉的时候没有人看电视哦，吃饭的时候呢还要在电视机面前去喂这个孩子的。所以这个孩子完全不能说话，因为什么呢？我一直听很多东西，一直 input， 一直 input， 一直 input， 可是我没有得到 output。因为我一直很 passively 很被动式的在学习，就好像今天我一直在看这个游泳的视频，我什么式啊，蝴蝶式啊，蛙式，什么看完了，我看了3个月都好，我也不能会，我是不能去学游泳的。所以一模一样，孩子在语言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1岁半到6岁这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让孩子很多的机会去表达自己。当他看很多电视、很多手机的时候，他的表达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一直 bombard， 一直 input， 可是出来的 output 是很少，所以 input 到 output 这个我们讲的 connection 啊，没有连接，所以很多孩子不能说话。所以现在我们每次去到外面看到孩子玩手机，说真的，也不需要太过焦虑，因为我们讲说，只要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就还好。所以我们是建立2岁之内的孩子能不碰就不碰 ，OK， 就是完全不要碰。2岁到3岁这个阶段呢 ，maximum 1天半个小时。然后3岁以上、4岁以上的 maximum 加就是整天加起来1个小时。所以如果说我们早上可能载着孩子去上班的时候看了一个15分钟、半个小时，晚上回来半个小时就达标了，就是来 max 了的，已经不能超过那个quota。那超过的话呢，就可能有些状况。所以如果我们去外面吃饭，看那些家长给孩子看手机，其实也还 OK， 只要他是within1个小时之内的话，这才 OK 的。所以只要我觉得手机还没有好坏，就看我们如何去善用它，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这样子。那么对于很多可能中学生，现在很多中学生都有手机啊，对，因为上课要 Google Glass 啊这些东西。那么可能有些父母可能没有时间去 monitor 他们用手机的时间。那长久下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去 fast forward 10年、5年、10年的话，对他们未来会有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影响吗？不只是中学生哦，你看我们自己本身，我觉得很多大人就是蛮 addicted 的，就是对这个手机蛮沉迷、蛮上瘾的。你看，我们可能在写这一个 email， 写完3个句子，看一下手机，写完3个句子，看一下手机，看一下，哎呀，想不到什么东西哦，又再走去手机逃避一下。所以我觉得手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让人家去逃避现实。当我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OK 啦，我先去划一下手机先，让我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它会让一个人变成一个逃避型的人格，而不是呢好好去面对那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必须要让自己提醒自己，这样说，来，我一天 maximum 要用多少个小时的那个手机，要 fix 好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不要用。所以好像说我们自己工作的时候，无论是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还是我们自己本身也好，做工的时候把手机丢去旁边，真的是丢去旁边，然后完全专注，给自己一个时间，OK， 看来15分钟之内我专注，15分钟之内我不做任何其他东西，我就做我面前的这件事情，把手机放一旁。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的书桌上也不要太多 distractions，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的。所以手机同样的，它没有好坏，它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可是说要善用它。谈到手机了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在于年轻人，甚至在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年轻人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都是你认为讲说，其实社交媒体对于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会有这样的影响吗？我们现在发现到整个社会呢，越来越多的焦虑、忧郁症这样的倾向，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的。因为你看到，当我们在滑手机的时候，尤其是 Instagram Facebook 我们看照片的时候呢，通常看到的是美好的画面。哇，某某人又去什么旅行啊，去吃了什么好的东西，哇，他的衣服很好看，哇，他的老婆这么样好看，他孩子这么样可爱，什么样子，我们总是看到都是好的画面。因为
看回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只会把好的画面放上去。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哎呦，他又可以做 business class 了哎，你看你自己，我怎么这样没有用的？我真的那么差吗？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到呢，每一个人只是把最好的画面出来分享出来而已。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好坏了，它也是一个途径，一个媒介体，让我们去分享我们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越真实越好。当然你要一直回归到自己，其实我自己不差，我其实 OK 的，一直放大自己的优点，看到自己的好，我觉得更加重要所以滑手机可以滑啦，可是不要太过 over， 然后哎呀半信半疑看着提醒自己，这东西看看就好这种思维一定要提醒自己，看看就好，看看就好。哎呀，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那种比较焦虑这样的东西出来。然后甚至不只是心理影响当我们心理不健康的时候，一些焦虑的时候，身体甚至有一些状况的好像一些自体免疫的情况可能有一些人因为长期处于压力、焦虑的情况当下，有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奇奇怪怪身体不懂什么名字的疾病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焦虑来的那这些拎回去，为什么会有焦虑呢？可能我们的手机，还是我们其他的这些生活习惯。那么很多人他们可能有一个习惯，就是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滑一下手机，可能是因为方便不想要面对现实，还是这样，还没有想要上班之前先滑。对，可能他就是长久下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那么如果睡醒第一件事情就是滑手机的话，会有这样的影响吗？我们通常睡醒那个状态就是迷迷糊糊的状态。我们讲我们的自己的 filter 的那个system还没有说很强的时候，如果去滑手机的话，如果第一件事情你第一个新闻你看到的就是那种很负面的东西，还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你看到它会直接比较容易影响我们自己的情绪的，它会影响我们一整天的情绪，我们整个状态。还是你今天开到手机就收到你老板的 email 跟你出一些什么东西，你的同事、你的 customer 跟你 complain 些什么东西的话，它是直接影响我们的整个一整天的状态的。你看，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早上这段时间是我们精力最充实、就是充电满满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一定要把我们这个精力花在值得我们花的事情上面。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是做对自己本身一整天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可能说去做一些 brainstorming 的东西，做一些 exercise 去做一些规划等等这样子好过我们去滑手机，然后滑到最后OK 了，累，时间到了 OK 就去上班还是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讲一天之计在于晨是吗？这句话一天之计在于晨，这一个早晨的时间真的好好去善用它。那手机可以滑，可是过后了你可以吃饱冲凉好，还是做完你应该做的东西，然后再去看你的手机。清醒过后，对，来，你真是比较清醒过后来 I'm ready 我才进去。像你提到刚才做一些一些运动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么你本身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习惯或者是 morning routine 可以让你保持动力和保持积极性的吗？我现在呢，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我每一天早上醒来呢，都是我孩子拉我醒的。你看，每天6点半7点就醒了。然后我现在每天给他做的东西就是陪他去公园散步就是把步伐慢下来的那种。去散步先，去呼吸下新鲜空气，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去采青去完全赤着脚去走公园，去踏我们的那个草地上的，然后同时间去买些面包，去喂鱼、喂乌龟还是在我家后面撒一把米给鸟吃这样子我们是每一天都在做这个动作的，每一天我们骑着脚车带我的孩子去附近的 Family Mart 买2条面包，然后去公园去丢给鱼吃。所以我觉得早上这段时间我们可以除了做一些我们讲的对身体好的东西之外，同时间可以对这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东西去做一些奉献这些都是让我自己本身可以 recharge 一些东西，然后再吃一个好的早餐 OK， 然后 OK 开工比较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比较是放慢脚步，让我的思绪清晰，然后能量上去充电好，然后再去开始那一天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喜欢cold shower还是做些什么 planning 这些呢我都是在吃完早餐过后我才去做的事情。那么你刚才你提到你做的这些放慢脚步的一些事情，过了一段时间
你本身你有发现到什么改变吗？对你的身心？我自己本身呢，我的那个害怕不确定性还比较高的，就是我喜欢 plan 东西然后可能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有一段时间的确比较压力，而且整个生活的步伐那些都很快。可是当我放慢脚步来，真是放下脚步去跟孩子一起去散步，一起去接触大自然，我觉得对我整个人的身心上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开启一整天的形式就是放松，以最松的姿态去开始。那我过后的我下午还是晚上，我可能晚上需要开会还是做 consultation 做的比较夜，可是我一整天能量还是满满的至少是比较正面，没有那么多的压力这样子，好过我一醒来就匆匆忙忙，然后就要赶什么东西。给我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又有了孩子，这样的方式还是最适合我，而且也是很舒服的。像多德轩你提到了压力，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的听众，他们很多人也是觉得经常会觉得焦虑，可能因为生活上的压力，或者是可能因为迷茫，不确定，看不到方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样走。那你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他们吗？我觉得如果你有焦虑、你有压力的话呢，它是一件好事。你要先给你自己一个鼓掌maybe a pat on your shoulder， 大家说嘿，是对的，是 OK 的。为什么呢？我常常讲说，好过我们温水煮青蛙。在年轻的时候，你有焦虑是好事，代表说，还蛮有上进心的，你还蛮想去突破自己去成就更好的自己。因为有这种想法，我们才会有焦虑，是不是？因为当一个人来，完全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一日复一日的话，他会有压力吗？没有太大压力的，就是这样子咯。我们就每天吃饱睡暖，然后工作回来就这样子，没有什么太多压力的。可是今天我觉得要焦虑的话，在年轻这段时间去焦虑是好的，它让我们去 plan，去看我应该做些什么东西。跟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焦虑变成我们的动力真正去了解自己，找出自己擅长的事情，找出自己的兴趣，同时间在看这个市场需要些什么东西，我可以把我自己放在哪个领域，然后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去策划，去 plan， 去 do something。好过等到我们40-50岁了，发现了我的 EBF 好像不是很够了还是那个时候才来焦虑的话，我觉得那个焦虑的那个程度会比我们现在年轻的还要大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所以年轻，我们讲年轻就是本钱，有本钱的话，适当的焦虑还是 OK 的。可是当然，如果你发现你太过焦虑，而且这个焦虑是影响了你的每天日常生活的话，还是需要去见一些心理医生，然后就去辅导会比较好。所以适当的时间去做些运动瑜伽让自己去舒缓下来，做些 planning 这样子。有一些焦虑，可是也是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它。对于我们讲正式的那个心态去看它。那么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他们心里会有一个问题，一个疑问，其实留在马来西亚还有前景吗？Dr. Shen，从你的角度，你会怎样看待？你觉得马来西亚年轻人应该留在马来西亚吗？我觉得留在马来西亚很好尤其是如果你是想要创业的话，马来西亚我觉得创业门槛是很低的。你知道我之前去加拿大的时候呢，我当时每一个月都去加拿大，然后我认识一些当地的朋友，他跟我说，他们创业要开一间店要去租一间店去开的店他们是需要付一整年的 renter 先的。一整年的 renter 先去付给那个屋主，他们才可以去开那间店的。所以你的创业资金门槛是超级高，可是来到马来西亚就是2个月咯，2个月的 deposit maybe 加多一个 utilities， 我就可以 move in 就开始我的生意了的。而且我们讲的机会是蛮多，人口还是不少的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领域去发挥。那今天如果你是想要打工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你是在马来西亚也好，还是出国也好，赚一个乘以3.5的薪水也好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向往那个部分的。我觉得无论是我去出国打工还是在马来西亚打工都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一直提升自己的那个素质，一直去多阅读多学习，把自己的整个人素质提升上来。因为到最后呢，我们今天的成就能走到多远，我的事业能发展到多大，
就完完全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我们自己可以解决多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我是那种哎呀懒懒散散，没有什么上进心还是什么的话，就算我把我自己放在新加坡也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还是杜拜还是哪里都好，如果还是抱着一模一样的态度的话，也就是这样子咯。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是抱着很积极的态度的话，我们在马来西亚赚的钱也可能比那些出国的还要多啊。当然如果说你觉得哎你没有后顾之忧，你是蛮积极的，哎你想要出国去工作的话，其实是 OK 的。最重要就是你过的生活是你自己舒服的，然后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直去发掘自己的潜能，开发自己，然后一直不断的突破自己，而不是把哎呀我在马来西亚赚不到钱都是因为马来西亚的问题变成自己的借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管是出国也好，留在马来西亚也好，我相信未来我们都是充满挑战，对，而且接下来这几年可能是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那么在面对这样多的这个不明确的情况下，你认为年轻人应该去培养怎样的一些技能，才可以更好的去应付接下来几年的挑战呢？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挑战都好，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要有的那个技能就是情绪管理。情绪管理，我觉得无论遇到什么挑战都好，我生意失败了，还是我需要重新来过，还是什么都好，我们自己的心理素质决定了我接下来可以如何更好的去处理那件事情，去面对那件事情。当我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承受压力能力好不好，压力承受能力好不好，我的心理弹性好不好，这些都很重要。我是那种很焦虑的，焦虑到我完全不懂要怎么去处理的那一种。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重要，而且我常常给爸爸妈妈很多爸爸妈妈一个很好的 formula， 我叫做EMS。第一个 E 是什么呢？同理自己，哎，it's OK， 你是可以失败的，你是没有问题，你是 OK 的你是被允许去失败，你是被允许有这样子的情绪的让自己有一些时间去 set down 先。第二个 M 是什么呢？跟自己讲 it's OK，let's move on。Let's move on， 因为我再怎么去纠结都好，我的生意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我成绩搞不好就是不好了，我的18分不可能变成81分了。就是最后一个 I 是什么呢？ Solution， 我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做什么？那时候我们讲的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我们不懂我应该做什么。一直在想着那个问题，一直钻着牛角尖，一直逃不出来，因为我的 solution 还没有在那边。所以那个 problem solving skill 就是解决问题能力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的解决问题能力很好，再加上情绪管理能力很好的话，无论是我们接下来遇到什么挑战都好，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蛮轻松的去度过这个坎的。很多年轻人可能现在正处于职业或者是事业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可能会有一些迷茫，可能有一些不确定自己接下来的路应该怎样去走。那么 Dr. Shane， 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去让他们可以帮助他们更明确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要怎样走吗？我觉得到最后最重要呢，他没有说哪一个行业是最好的，哪一个行业是最赚钱的，哪一个行业是最不需要出劳力就可以赚很多钱的。我觉得到最后呢，回归到自己身上，真正了解自己是谁，我们自己本身的强项是在哪里，我的天赋在哪里，我可以为这个社会付出哪一方面的能力去可能为一个族群的人给了他们一个希望，给了他们一个 solution 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是很有创意的，确保说我们自己的创意是可以得到发挥的。今天如果说我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同理心特别强的人，那么确保说我可以把我的同理心放在这个对的领域去服务一群人，让他们 feel 到说他们是被同理的，他们得到一些方法去度过他们人生的坎。所以我觉得无论我们是谁都好，无论是我们是在哪一个年龄层都好，了解自己是我们一个人毕生的功课。而且有一句话我爸爸送给我的，他讲说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就是你知道说你自己已经不错了得到那个满足，知道说还不错的话，你就永远会快乐。那另外一个我长大过后才知道说，那个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脚的意思。当我很明确我的脚步要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呢，我就常常乐了，知足常乐。